这一次不要叫赚钱了，直接叫减钱吧。因为美联储已经确定9月份就会降息了，也就是说天量级别的美元将会直接涌入市场，大部分的资产价格呢就会无脑的暴涨。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趁着资产的价格还在10块的时候买入，到时候我们就要用20块才能买得到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傻迪森。我大学读的呢是金融和经济，我大部分的同学呢认为里面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学会了降息就等同于放水，你去贷款买个房，利息呢都变低了，甚至说不用你去还利息，那这钱你敢不敢借呢？就是说你出去租房子，一个月呢$2000，然后你去贷款买个房，一个月呢也是$2000，但是这$2000里面是没有利息的，那么你是要买房还是租房呢？我们做生意借100万，10年呢也还是还这100万，那么我们会不会多借点钱，多做几个项目呢？所以降息呢就会刺激经济，资产的价格呢就会暴涨，相反升息呢就会打压经济，资产的价格呢就会暴跌。那么10岁的体悟，这几年美国都是在升息的，我们呢是要买入资产还是卖出资产呢？卖出，对吧？因为升息呢就会导致资产的价格暴跌，如果你不卖的话，你就会出现亏损了。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降息快要结束，在升息之前呢卖掉你的资产，那么你就可以卖在最高了。然后像现在这样，美联储呢大概在9月份降息，所以我们就要在资产最便宜，也就是现在去抄底资产，因为到了后面美国真的降息之后呢，资产就会暴涨，到时候我们再去买的话，就少赚很多钱，甚至会追高了。我很多同学呢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因为这几年升息嘛，他们很早呢就卖掉了资产，也没有关注投资市场。然后当他们现在打开这个投资软件的时候呢，就直接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当时在升息之前卖掉的股票、比特币、黄金，甚至是房子呢，这几年都在不断的暴涨。现在的情况却是，升息之前买资产的人呢，无缘无故就富了，而卖资产的人呢，成为了穷一代。而且这些人卖了之后呢，好像钱就不够了，尤其是这房子卖了之后就买不回来了。也就是说，资产呢不但没有在升息结束之前跌到了最低价，反而涨到了高位，甚至还不断创新高。所以呢，他们就直接把大学的笔记都撕破了。然后你又会发现，这几个月呢，就是越接近所谓的9月份降息，或者是什么美国总统大选，资产呢好像就没有涨得那么厉害了，甚至像美股那样，还在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暴跌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好像就跟教科书反过来一样，美国升息呢，资产反而是暴涨的。那么降息真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买还是卖资产呢？你知道拜登是怎么吹嘘自己的工作的吗？他说他在任的期间呢，他让美国的资产暴涨了，而中国的资产呢却已经暴跌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当大部分人看到美国是在升息的时候呢，我们商人和投资人看到的是在降息，是在大放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这几年升息的时候，我那些影片呢都教大家去买美股、比特币、黄金、房子之类的，然后呢就受到无数的攻击。其实也对了，人家都在卖资产，然后你说这个东西还会涨，人家不骂你才怪呢。虽然说如果我顺着他们来讲话的话，我可能呢会舒服一点，但这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我了。而至今呢我还在，为什么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2句话是对我的订阅者有用的，能够帮助你们过得好一些呢，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还不知道美国资本的这个局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被市场铺天盖地的信息去扰乱，最后呢你傻傻的去做了买卖，那么不要说赚钱了，你辛苦存回来的财富呢，不被洗劫呢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等同于属于你的一样，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为什么美国升息，但美股、比特币、黄金、房子却好像在降息放水一样不断的暴涨呢？你可以思考一下，钱如果没有被释放出来，那资产的价格呢是不可能涨的。就是说大家都没钱嘛，那就不会有买卖，没有买卖呢就不可能涨嘛。所以能不能这样理解，升息了，钱反而是被释放出来的呢？但是升息本身是一个收水的动作就是说把这个钱收回去的，那怎么会把钱放出来呢？所以真正让钱放出来的并不是这个升息的动作，
而是同样能够做到跟降息一样的效果，也就是放水的一些动作。而当这些放水做出来的效果呢，比这个升息收水的效果大的时候呢，钱就会被释放出来了。最重要的是，这种放水的动作呢，不只是一种的，而且还不会导致通胀的。什么意思呢？注意听了，美国放水呢，就是向市场放钱嘛。那么这钱是怎么被释放出来的呢？很多人都听过量化宽松 QE，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嘛，美国呢会发行这个美债嘛，简单来说就是向这个市场借钱。你把钱呢借给我美国了，我就会给你一张欠条，到时候你拿了这张欠条呢，就可以找我拿回你借给我的钱了，加上这个利息呢，这张欠条就叫做美债。那么很多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人、生意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呢，他们呢是拿着天量级别的美元的，所以为了不让手上的这些美元贬值呢，或者是想让它增值呢，但是又怕把这么多钱投资出去，风险很大，亏了就很惨了，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把钱借给这美国的政府，因为美国大到不能倒嘛，所以呢，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呢，就相当于全世界最低风险的投资了。而且他们为了多赚点利息呢，所以就会买中长期的美债。简单来说，就是反正我这么大一笔钱呢，都是放在那边不动的。与其是这样呢，我还不如借给你美国10年、20年。因为我们借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你借我2个月，那么我可能只给你2%的利息，但是你借我10年呢，我就会还给你5%的利息。比如说，你把100万借给我10年，就代表着你这10年都不能拿这100万来用嘛。而且这100万呢，你10年之后拿回来，不知道还会不会贬值，会不会有通胀的情况出现。所以为了弥补你呢，我向你借100万，10年还清的话呢，利息就会高一点，有5%。但是如果说你只把100万借给我3个月，那你3个月之后呢，就可以把这100万拿回来用了，所以你的时间亏损的成本就会比较低。那么我给你的利息补偿就会比较低嘛，很合理。也因为这样，正常的情况就是长期的债券是会比短期的债券利息高一点的。所以其实很多大户的钱都是被锁定在这中长期美债里面的，手上呢就拿着这些中长期美债，就好像拿着美国政府的欠条一样，也就是说钱呢就被抽走了。那么量化宽松 QE 呢，也就是大放水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美联储直接向市场把那些中长期美债买回来。简单来说，就是把市场上的欠条收回来，然后把钱还回去，甚至直接向美国政府买入这些新发行的中长期美债。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呢向美联储借钱，然后美联储呢就把这个钱给到这美国政府，这样美国政府呢就可以透过银行或者是一些福利的政策把这个钱放出去。那么美联储的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印出来的嘛。所以当美联储把美债，也就是美国的欠条买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给你钱了，你给我欠条嘛，那么市场上的钱呢就会变多了，市场上的欠条呢就会变少了。而当这些欠条变少，这些欠条的价格，也就是中长期美债价格呢就会上升嘛。这时候利率呢就会降低，因为美债的价格和利率是反过来的。原因呢之前的影片说过了，也很重要的，你之后再慢慢的看。你现在就记着，债券的价格上涨，利息呢就会下跌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是这个银行，你是一个大户，你是一个机构，市场上的钱瞬间也变多了，钱越多呢就会不值钱了，那么你不想让这个钱贬值嘛，所以你就只能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那么如果你选择做低风险的投资呢，也就是继续的买美债的话，刚才说了，中长期美债的价格就涨了，而利息也下降了，你投资的回报看上去呢就没有那么吸引了。那么当美债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你是大户，你就会偏向于高风险一点的投资，也就是投资股市或者是其他的资产，所以这些资产的价格呢就会上涨。然后量化宽松呢一般都是配合降息的，简单来说就是鼓励银行自己去做生意，也就是放贷出去，把大量的钱呢用低一点的利率借出去。比如说美债利率可能降到2%，那我就把钱借出去，收个2.5%嘛，我也能赚的比美债多。所以美债的利率越低呢，一般银行贷款出去的利率呢也会低一点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或者是搞房地产投资的，然后看到银行借钱的利息很低，而且贷款比较容易通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会多借点钱出来玩了？你银行收我2.5%的利息，我一个项目最少赚个20%，那玩不玩得过呢？
所以无数的企业和投资者呢就会大量的借钱，市场的钱呢就被释放出来，资产的价格呢就会上涨。而当那些炒股、炒房那些都赚钱了，是不是呢就会去买辆保时捷？是不是呢就会去买只劳力士？是不是呢就会给员工加点薪水？那这个呢可能不一定，但是经济呢却会因此而变好的。所以量化宽松的其中一个效果呢，就是把中长期美债的价格抬高，然后把这个利率压低，这样大家就会把钱投资到其他的资产上面，这样资产的价格呢就会上涨了。同时，美国签的那些10年、20年的债呢，后面就不用给那么多的利息了，美国欠债压力呢也会减少了。也就是说，就算现在升息了、收水了，但只要有一个方法能够做到跟量化宽松一样的效果的话，那么基本上就跟放水差不多了。所以，美国这一次在升息的同时呢，偷偷的就做了一个隐形版的量化宽松，这个效果呢就等同于变相做了8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也就是4次的降息。而这个呢并不是我瞎说的，而是精准预测08年金融海啸的末日博士揭秘出来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美国政府呢向全世界借钱的时候，它直接大量减少发行这个长债，但却增加发行短债的一个数量。也就是说，你本来呢是想要借100万给这个美国10年的，这样呢就可以赚走人家10年的利息。但是人家美国呢现在不跟你借10年了，而是只跟你借3个月，那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借给他呢？你可能会觉得借3个月，那我赚的钱不就很少吗？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借3个月的利息呢比借10年的高啊。以前呢你借我3个月，我给你3%的利息，借我10年呢我就会给你5%的利息吗？而现在反过来了，你借给美国3个月，他就会给你5%左右的利息，借10年呢才给你3%左右的利息。为什么呢？因为长债的供应减少了，所以长债的价格呢就会上涨，利息呢就会降低。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借3个月还是借10年呢？当然是借3个月啊，因为3个月到期了之后呢，我还可以再借给你3个月嘛，不断的续期，不断的去买入这个短期的债券。其实就等同于买长债一样嘛，所以美国政府大量的发行这个短债，减少这个长债呢，也可以做出跟量化宽松一样的效果，也就是中长期美债的价格上升了，利息呢却变少了，这样呢就会降低中长期美债投资的回报，所以也会刺激到大户跟机构去投资其他的资产。而且当大部分的人呢持有的是短期的美债，而不是长期美债，其实就等同于把未来的钱提前搬过来给现在去用。就是说你今天买了短期的美债嘛，然后3个月之后呢，这个欠条就会到期了，美国就会把钱加上这个利息还给你，这是不是跟派钱放水没有什么区别呢？就是3个月之后，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你躺着就可以拿到这笔高利息的钱，你可以考虑继续把它借给美国3个月，然后再赚个3个月的利息，或者你可以拿去投资这美股、比特币、黄金、房产，这是不是相当于美国给了你更多的钱去投资呢？当越来越多的钱都拿去投资这些资产，资产的价格呢，是不是就会暴涨呢？而且因为短期的美债呢，其实跟现金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巴菲特，他卖了无数的美股，然后持有天量的现金和美债，但是他持有的不是长债，而是短债啊。因为这个短债呢是可以拿去卖的，或是拿去抵押的，这样就可以把钱掏出来了。而且你不等着用钱的话，你就等个3个月嘛，3个月这个欠条就会到期，美国就会把钱还给你，这是不是跟现金差不多呢？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就跟量化宽松的效果差不多的，也因为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一直升息，但我们的美国资产却不断暴涨的原因。因为升息呢是对全世界的收水，所以美元就升值了，全世界的货币呢基本上都是大幅度的贬值的。全世界货币贬值其实就代表以前我拿了10亿美元只能买1块地，但是现在因为你这个货币贬值了，所以我就可以买到2-3块地了。但是同时呢，升息本来就会造成美国的资产的价格下跌，但用了这个隐形版的量化宽松呢，就可以在美国内部放水派钱，然后推高美国内部资产的价格。简单来说呢，升息让全世界资产贬值，但隐形版的放水呢，却可以会让美国资产升值，这样美国的资本呢，就可以再用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贬值的资产，同时他自己国家的资产呢又在暴涨。这个就是2024年最新的剪羊毛方式，所以并不是说美国升息资产一定会暴跌的，降息就会暴涨的，因为升息收水不代表不可以放水嘛。
但是这些内幕消息呢，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你也不可能会知道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说呢，真正的内幕消息并不是消息本身，而是大户的资金的动向，他们到底要不要投这只股票。因为不是说今天你凭个感觉，或者是市场的新闻说这只股票会涨，然后它真的就会涨的。真正决定一项资产或者是一只股票要不要涨的，是市场上有多少人会去买，有多少人会去卖，也就是供应跟需求的关系。就好像投票一样，越多的人用钱去投票给一只股票，它就会涨。而大户呢，就掌握了80%、90%的票，因为他们手上的筹码资金呢，是我们散户不能够去比的。而这一切，他们买卖的痕迹呢，只有在图表上面才能一览无遗。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有1-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你知道，如果你不去做投资跟理财的话，你就只能看着它贬值。但是你把钱投出去呢，却是凭感觉的，或者说你是听人家介绍的，那么你就等同于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呢，拿去赌场买大小，只是说赌场呢是一把过的亏完，但是你乱投呢就是慢慢的亏，像放血一样。而大部分的人投资会亏钱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买卖时机不对，仓位控制不对，以及对整个风险管理是一无所知的。你没有任何的进场离场的机制，允许你自己亏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获利，落袋为安。最重要的是，你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输就输100块的游戏。那么你长期这么玩下去呢，你投资什么呢，都将会输到只剩下内裤的。所以我们要投资呢，但必须要是有系统的、有规矩的去投资。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然后在我们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今天我们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就只是亏1块。如果你希望去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呢，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了。所以美国升息呢，不但可以压低通胀，让全世界货币和资产贬值，同时呢，它还可以暗中的放水，让美国的资产价格暴涨。因为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之前影片所说的，就是借美元，然后买美国资产，这样呢也会推高美国资产的价格嘛。因为日元不断的贬值，美元不断的升值嘛，所以如果说我在日本借10亿日元，换了1400万美元，但是现在日元贬值了一半，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呢，我只需要拿着700万美元就可以换回来这10亿日元了。那这样我是不是赚了700万美元呢？所以全世界都在日本借日元买美股，美股呢就会暴涨嘛。也就是说，拜登上任期间玩的这一套剪羊毛呢，确实是导致了美国的资产价格暴涨，同时全世界的货币和资产都贬值的情况。但是玩这东西呢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美债的利率倒挂结束之后，也就是短期利率比长期利率高的这种情况结束的时候呢，7次有6次都会引发经济或者是金融危机的。比如说最近的91年、00年、08年、20年都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银行一般是怎么赚钱的？就是去利用短期低利息来介入资金，然后再投资到长期高回报的国债上面，赚取这个差价的。这个呢被称为无风险的套利。比如说以前这个短期的利率呢是2%，长期美债的回报呢是3%。那么我借钱的成本是不是2%？我买美债的回报是不是3%？这里面我是不是能赚1%？这种赚钱的方法呢，是不是稳赚的？因为美债是不会倒的嘛，美债呢是无风险的资产嘛，所以很多的银行呢就会加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杠杆，把这个无风险的套利呢提升几十倍的利润。而现在呢，美国短期利率涨到5%左右，长期利率呢却只有4%左右，也就是说，这些银行借钱的成本呢，现在比他们赚钱的利润高啊。而且他们还是加了杠杆的，所以呢，这个硅谷银行就倒闭了。而无数的金融机构呢，也是这么玩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处于长期的亏损了。而一旦这些机构都爆了，就会引发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崩盘。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机构还是好好的呢？
我们看这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因为美国升息，导致了利率呢也出现了这个倒挂了，很多金融机构呢也出现了亏损了，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美债替代资产，也就是美股。他们把很多本身投进去这个长债资金呢撤离走了，然后投进去这个股市，尤其是美国升息，美元升值了，然后全世界的货币贬值，所以很多国家资本家呢都会从这个日本借钱，然后投进去美股的。这样呢就导致了美股上涨嘛，这个美股上涨的钱呢就可以弥补这些金融机构在美债输的钱了。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当年跟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很相似呢？现在美国的银行很多都是因为长期买了美债，然后因为美国升息导致了美债的价格暴跌，很多的银行都出现了这种亏损的。但是自从美股开始暴涨了之后呢，这些银行要倒闭的消息呢就结束了。所以银行的资金呢都投进去了这美股里面了，尤其是高度集中在美股的七巨头里面，让美股不断的暴涨。那么一旦降息来了，美债的利息呢慢慢回归了，比这长债的利息低的时候呢，资金呢又会重新从股市撤离，回到美债这避险资产上面了。同时美元贬值了，导致之前在日本借钱的资本家都卖掉股票，然后把钱还回去日本的时候呢，美股或是美国资产的价格就可能会出现暴跌了。而当大量的资金流进去这美债，其实呢也等同于做空经济啊。因为当美国资产一直下跌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呢是没有什么好的资产去投资的，所以有钱的人呢都不会去借钱做投资，然后把手上大部分的钱呢都拿去投资这个国债，所以银行的贷款生意呢就会变差，钱呢就会被借不出去。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把钱也投资在国债上面，那么所有的资产价格呢就很难的出现反弹了。做生意的不借钱，做银行的不放贷，就算整个市场上面都是很有钱的，那么也只是放着，长期下去呢整个经济都会缺乏活力的。日本这失去了30年呢就是这样的，而且你会发现全世界很多国家呢都开始抛售长期美债了。其实所谓的抛售呢，并不是说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卖美债，因为一个国家持有的美债呢都是千万亿万美元级别的，在市场上呢是找不到人接盘的。如果说他们要卖，那就只能打折贱卖给金融的机构，那这些国家呢就会出现巨额的亏损，所以国家呢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呢实际上是在减持美债，而不是抛售。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美债到期了，美国呢就把这个钱还给你了，然后呢你不再把钱借给美国了。那么现在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日本和中国呢，其实都是在做减持这件事。那么美国的这个债务的风险呢就会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最近一直提醒美股还有其他美国资产风险很大的原因。而且我们如果说不是住在这美国的话，当美国降息的时候，美元就会贬值，我们手上的美元呢要兑换回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汇率的亏损，所以我就没必要去投资美国的资产了。就算要投呢，也只是少量的资金。而且降息并不是说一降息这个资产的价格呢就会马上暴涨的，它是需要时间的，可能是几个月、半年甚至是1年之后市场才会有反应的。那么到时候出现暴涨趋势的时候，我们再进场，何乐而不为呢？而这段时间呢，我们投资的黄金呢也有不错的涨势，不断的创下新高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把注意力放在黄金上面，而是偏执于我们年头时候买入已经有不错利润的美股身上呢？但是记着，我们并不是放弃美股，因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根基呢就是美股，美股就是美国人的提款机，同时也是让他们科技发展领先全世界的原因。美国人比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有钱呢，除了是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高，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有买美股的，没钱的时候呢就去美股提款。而且全世界的投资人呢，基本上都会把一部分的钱布局在美股上面，所以美股里面不只有美国人的钱，而是全世界有钱人都会把钱往里面砸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股就是像00年、08年、20年一样的崩盘了，那么时间呢也是很短的，就大概1年左右。因为美国会用很多的政策去刺激这个美股，所以简单来说呢，美股的熊市会比较短，但是牛市呢会很长。因为全世界的钱呢都是往这里面砸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不会出现熊市的崩盘。每一次的崩盘呢，也足以让大部分的人家破人亡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会免费投资班里面怎么透过判断趋势和大户出货的警告信号，
然后跟着他们卖掉股票，套现离场，保住我们财富的原因啊。所以9月份的降息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说真的降息了，那么很多现在不涨不跌的资产就会爆出一个方向，可能是暴涨，可能是暴跌。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随这个方向去做多或是做空。所以接下来呢，你预期赚钱的机会将会变得非常的多，同时呢，风险也会变得更高。也就是说，后面的影片将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啊。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